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跟进寒冷近期的大搞作，除了讲解了他们的新收购之外，也带大家探讨黑神的新晋大股东，而黑神最高也涨到了91仙，也就是从第一支影片高达72%的涨幅。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回到来今天的影片内容也比较特别，那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在2022年下半年时，小编我有分享过几家 IPO 公司，而今天小编我将为大家盘点这些 IPO 公司上市后的表现，并且也将透露一些小编我觉得选择好 IPO 股的小技巧，方便大家怎么找出有潜力暴涨的 IPO 公司，免费教大家，不用再浪费时间去上一大堆课程。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想要加入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查看影片下方，就在这里加入我们，为你们实时更新。那在2022年，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我们看到有许多公司都积极寻求上市，而排除了 Lead Market，2022年一整年就一共有30家 IPO 公司上市在大马交易所，其中有25家公司都是在 Ace Market 上市，而这也是 Ace Market 有史以来的新高。而这些公司也为大马交易所带来了高达150亿令吉的市值。而且在这30家公司当中，有24家直到目前的股价依然是领先着他们的 IPO 价格。此外，这里也要分享一个有趣的数据，那就是2022年 Main Market 的 IPO 公司至今目前股价平均涨幅仅有2%，反观 Ace Market 的平均涨幅却高达接近130%，而原因等一下我们也会说到。那我们在2022年的下半年也为大家探索了几家优质的 IPO 公司，而这些公司也在 IPO 后斩获了非常优越的表现，其中甚至有 IPO 之中的股王，也就是首先的第一家 SFP Tech， 一家提供自动化设备解决方案的公司。虽然这家公司的影片我们在它上市后的2个礼拜才发布的，但是根据影片发布时的股价，它的涨幅表现依然是非常强劲。当时的股价是58仙，最高涨到了2令吉80仙，也就是股价翻了4倍之多，涨幅高达388仙。但是如果从 IPO 价格开始计算的话， SFP Tech 最高的涨幅高达惊人的880%，而这样的表现也称霸2022年所有 IPO 公司。那很多人就会问了，为什么我们要延迟2个星期才发布影片呢？而原因就是因为补密票。那往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 IPO 公司很多都会先开高走低，然后再真正的上升，而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补密票往往都会先抛售，造成卖压。而小编我决定影片就发布在走低之后，以免酸民又来酸。那之后第2家公司在双11时，我们也赶忙在申请 IPO 抽签期限之间为大家分享了，也就是主要为客户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的 ECA。 那这一家公司当时 IPO 的价格是17仙，可以说是非常物廉价美，因为 ECA 在上市后股价可以说是势不可挡，在不到1个月内股价最高是冲到了 96.5仙，接近478仙的赚幅。此外我们也分享过另外2家 IPO 公司，也就是 UMC 以及 ACMO。 那尽管这2家公司的影片都在他们上市前一天才发布，当时的股价分别是50仙以及78仙，但是也依然斩获非常不俗的成绩，最高也可以分别获得大约80以及38仙的涨幅。那炫耀完了我们之前介绍的 IPO 公司涨幅，影片就到此结束。开玩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炫富，因为用屁股想都知道他们会涨。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的内容就来教大家。因为2023年大马股市也还会持续涌入许多的 IPO 公司，因此接下来这里也将会来教大家一些挑选将会大热 IPO 公司的诀窍。记住这几点，你们就不需要去上什么多余的课了。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首先第一点就是公司市值越小越好，因为市值小的公司只需要小量的资金流入就能推动一家公司的股价，反观市值大的公司要推动股价就更难了。因此我们从2022年的 IPO 公司中不难发现，那些暴涨的公司都是处于市值比较小的 Ace Market， 像是2022年的 IPO 股王 SFP Tech 上市时市值也只有240个 million， 当然随着股价的暴涨，目前市值也来到了 2.3个 billion。 而像是 ECA、ACMO、Cosmos 这些公司，他们起初的市值都是2022年 IPO 当中市值最低的那几
家公司都不超过100个 million， 但是自上市以来都各自斩获了几百%的涨幅，涨幅的表现也都是名列前茅。那接下来第二就是公司的流通票要越少越好，因为在外流通的股票数量如果非常少的话，那一旦这一家公司出现重大利好并吸引基金或投资者青睐的话，那么到时将会出现僧多粥少一票难求的情况，所以股价上涨的潜力非常大。那何谓大何谓小呢？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计算，用公司的市值乘以他们的流通票，比如说公司的市值是100个 million， 流通票是30%，那流通票的价值就只有30个 million， 那30个 million 可以被归类于小的，而流通票的价值大于50个 million 可以算是中等，而如果100个 million 以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大。所以并不是说流通票少就好，而是要看流通票的价值 value。 像是 SFPTech 与 ECA 这两家公司的流通票都处于30%左右的水平，而且上市时市值也不会太大。那为什么不大？原因很简单，我们用 common sense 来想，如果一家公司是可以长久赚钱的话，老板会愿意分出那么多票给外面的投资者吗？通常一家好的公司流通票都不会大，一般在25至40% 左右，而要套利的公司流通票则是会大块饼干分给散户，但是要切记这是一般情况，而不是特别案例。那为什么对于 IPO 我们那么看重流通票呢？原因就是因为刚上市的公司大老板或管理层，也称之为 promoter， 都必须遵守一个规定 moratorium， 也就是根据上市的规定， promoter 在公司上市后里的首6个月期限里是不能出售以及转让自身持有的股票的。以 Ace Market 举例的话，在首6个月期限之后，这些 promoter 们的股票在另外的6个月内也必须维持在至少45% 的水平。而在这一个期限届满之后，这些 promoter 也只能每年最多可以出售持有1/3的股份，也因此 IPO 的首6个月市场上的流通票是有限的，因为老板不能卖票。那接下来就是第3，公司的本益比，也就是 PE 越低越好，最好是比起同行来得低，因为一般来说一家公司的本益比越低，代表着投资回收期越短，投资风险就越少，也代表这家公司可能被低估。当然这也不是绝对，而且不同领域的公司本益比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参考一家公司的本益比的同时，也必须与其他同行公司的本益比进行对比。所以尤其是那些本益比低，同时又具有潜力的公司，通常都会受到市场热烈的青睐，股价也很快的去填补低估的那个差价。像是 SFPTech 以及 ECA 以 IPO 价格来计算的话，各自本益比都只有12倍左右，而以他们的领域来看的话，也就是 Automation， 平均本益比都高达30倍左右。像是 Penta、Greatech、UWC 这一些公司本益比也都是40多50，因此只有12倍本益比左右的 SFP 以及 ECA 股价可以说是严重被低估。之后第4点就是公司 IPO 资金的用途，简单来说就是如果 IPO 资金是用来扩张，那自然投资者会更加青睐，那如果是用来还债，自然的投资者也不会那么喜欢。而最后第5点，也就是公司的热度要越高越好。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基本面因素影响一家公司的热度之外，像是公司所处在的领域以及他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也都非常关键，因为市场可能对于这一些新进的 IPO 公司比较陌生，所以很难预估他们的表现，因此往往这些投资者都会拿 IPO 股所在的领域作为参考。那假设某个公司的领域预期将会有不错的发展的话，那么相信这家公司也将会随之受益，所以我们可以用 IPO oversubscribe 的程度来作为参考。像是2022年时，全球半导体面临着产能紧缺的问题，加上疫情的肆虐加速了全球的数码化，也因此引发科技产业的热潮。从2022年 IPO 当中可以看到，那些涨幅名列前茅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从事半导体以及科技领域相关的业务。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市场上的投资者也不笨，当他们发现这些物廉价美的公司后，自然也不会放过申请 IPO 的大好良机，也因此这些潜力 IPO 公司的认购额都会大幅超出，导致许多投资者们都比较难申请到 IPO， 就算申请到，分配到来的票也不多。就比如说去年随便一家 IPO 公司的新股超额认购，随便都是几十倍起跳，甚至也出现100倍的超额认购。因此
此成功申请到 IPO 的几率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但是投资者们也不要灰心，如果在这些 IPO 公司当中发现到不错的机会的话，依然可以入场，因为很多 IPO 公司在经历上市短短几天的暴涨后，股价就会有所回调，也就是跟影片开始时所提到的不密票有关。因此可以看到回调时再选择入场也不迟，依然可以获得不错的报酬率。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SFP 一样，在连续暴涨2天后，股价就遭遇回调。因此这里也呼吁大家不需要患上错失恐惧症，也就是所谓的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此外，根据去年30家 IPO 公司的整体走势，平均上市5天后会遭遇到股价回调，而只有6家撑得住10天后才开始回调，也就是说明了 IPO 公司基本上很快就会回调。另外，其中有高达14家公司都是所谓的 One Day Show， 也就是上市当天暴涨后，股价在当天或隔天就开始滑落。因此，错失 IPO 的朋友们真的不需要气馁，因为这些公司上市后依然拥有充裕的时间以及机会入场，所以要稳定，不要乱追高。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 2.35% 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回到总结，小编我相信2023年也将会延续上一年的趋势，而大马交易所预计今年将会有39家 IPO 公司登场。因此要记住 IPO 股前几天有涨赚到钱，就不要迷恋它，因为不要忘记还有 Bumi Block 的卖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只 IPO 上市多能涨，都难逃一波回调，所以有赚就好，等回调后再关注也不迟。那希望你们学会这几点以后，小编我忙没有更新关于 IPO 的解说，你们也可以自己来参考判断。那荧幕前的你们有没有期待今年的哪一只 IPO 股呢？可以在留言区打上来，最多人喜欢的 IPO 公司，小编可以预留时间为大家讲解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